陈院士、林主任，还有各个沙克尔顿团队的计划主持人，还有那个参与的研究人员，大家好。我是台湾大学海洋研究所黄千芬老师。那我这个计划呢，是所有刚刚听的很多都是有关于医学啦，然后就非常不同领域的。那我这个计划呢，算是唯一一个地球科学领域相关的一个研究题目。那主要我的研究题目就是迈向自主性的海洋测绘。那么台湾周遭海域，台湾是一个绝佳研究海洋科学的一个地方。我们四周环海，然后这边有西方边界流，然后这边台湾海峡又是属于比较浅海的环境，平均水深大概60米左右。那么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海岸线如此的复杂，然后地形变化如此的剧烈，像是我们往东岸的话，马上就掉到2000多米水深的地方。因此呢，这周围呢有很多物理海洋的现象呢，非常的值得我们来进行研究。那么当然，我是一个不是那么，我是比较偏工程的人。从我的观点而言，我想要来发展一些不同于以往、不同于传统的海洋测绘的方法。那么，比如说像这边有一个我们绿岛，然后黑潮通过这个在绿岛绿岛阻挡之下会产生这些尾涡流。那这些海洋的这个我们说的空间还有时间尺度，其实都不同于其他的国家像大洋的研究等等。因此，我们是急需要发展一个自己的一个测绘的方式，一个崭新的测绘方式。那我过去在台湾周遭海域做了很多的海洋的现场的实验，就是我们出海坐着研究船，然后出去布放仪器，然后就是非常不同于各位这坐在那个研究室前面盯着仪器的这些工作。当然大家的这个专长不大一样，那都有各自有趣的地方。那么因此呢，我们这边呢，传统的这个海洋测绘，海洋量测的方法就是丢锚定，就是放一个锚定在海床上，然后让它去量，比较高解析度，单点，然后比较长时间的这种海洋的，比如说流速啦、温度的这个变化。那么我自从回到台湾之后，就开始发展了这个海洋深层析的这个方法。这不是崭新的方法，在美国呢，其实他们已经发展了大概有30多年的历史。那么因为这个方法，它其实急需要跨领域的人才的合作，它需要海洋学，需要海洋声学，需要会做仪器，然后需要出海。然后再需要电机系的讯号处理，因此在过去在台湾这个领域做不起来。那么我就头壳比较硬一点，就开始从事了这方面的研究。那这个非常类似于所谓医学上面的电脑断层扫描。那电脑断层扫描呢，是发出 X 光锐，然后通过人体去了解，就是借由 X 光的那个衰减来了解人体内部的组织。那么我们在海洋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用这个 S ray， 我们只能用声波，声波才能够在海洋里面才能够传很远的距离。因此呢，美国他们早在20-30年前就用这种 OAT 就是海洋水深层析的方法来了解这些大洋的这些中尺度的这些涡流，它到底是怎么样的随着时间演化？因为这些中尺度的涡流大概可以 dissipate 消耗掉大概95% 的能量，因此研究这个中尺度涡流是相当重要的课题。所以当时呢，他们就是以这样，这边有一个红色啊，就比较温度高啦，一个暖涡，然后这边有个冷涡，然后这边有一些明显的那个 ocean front。那概念上呢，有点类似医学上的电脑断层扫描，布放了很多的 sensors。那这里我们发射的是声波，然后借由精确量测声波在测站之间的传播的走时，它到底花了多少时间从这一站到它的相邻的测站？那我们就可以来借由这么多的声音的传播路径来了解这个内部的构造。那我呢，就是想要用这个方法，只不过呢，我们想要用这个方法来测海流场它的到底大小、方向等等。好，那么
刚刚说到我们的沿岸环境，它这些海流的空间尺度、时间尺度受到的潮汐的影响地形的影响、海岸线的影响，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整合型计划的题目，其实就是要来设计。甚至要制造出来这个能够自主的借由这个深层溪为观测方式的海洋测绘的系统。所以我们其实待会儿我会有一个电影，然后这整个因为是一个系统的整合，不同于你只要有经费，然后去国外买一个东西回来丢下去就有资料的，这系统的整合是一个蛮辛苦的过程。所以我们这边没有办法说跟其他的这个计划量产，一年要来个20-30篇 paper， 这个很抱歉。那我们的这个整个研究团队呢，除了我之外呢，还有那个台大工科海洋系的郭振华老师，还有这海洋科学的物理海洋学的这个是台师大的郑志文老师，还有各个学校有关在这方面的有专长的人才，像是这个是大气系，中央大气系，然后主要做资料同化的老师。那么还有几个国外的这个研究员。那其实这个计划最主要的我们的成员呢，就是我们这些研究生们，他们是几乎只要天气好，现在天气不好，所以他们在实验室里，只要天气好，我们就要叫着大卡车来把我们的仪器运到海边，然后大家就是流汗，那就是在大太阳底下，努力的收集资料。好，那么这边呢，就是我们所发展的仪器，这个仪器是我们自己制造的。然后呢，在这个计划下，我们又发展了这个所谓的自主式表面的载具 autonomous surface vehicles。那么我们过去也有用到了用 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s 等等，或者是用船拖的方式来拖曳我们的海洋深层溪，我们的 tomography 的系统。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一年度的研究场域，这个是在离台北不远，大概30分钟就会到的基隆望海巷，就是在海博馆的旁边的那个海域。那这个海域呢，其实它的地形变化还蛮明显的，然后外面主要都会有潮汐的作用下，我们想要来测绘这个里面，这个就是刚刚的那个望海巷海域，基隆港在这边，然后海博馆在这里，那这就是我们研究的这个场域。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用深层溪的这个方法来描绘出这边的这个在海湾内的它的海流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分布。那么当然能够拿到现场的资料是最好，可是在还没有出海之前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呢借由这个海洋模式，能够稍微了解一下到底这个地方海流的分布是如何。模式总是有一些限制啦，因为它海洋这么多的参数的影响，有潮汐、有大气、有风等等的这些作用下，我们一般而言模式很难就是把所有的外力因子都考虑进去。因此呢，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些比较好的海洋模式来协助我们做这边的到底我们载具要怎么跑，我们仪器要怎么放的这些设计。那么这个方面的工作呢，海洋模式的这个发展呢，是由这个林胜峰博士还有我们那个郑志文老师来进行研究。那么因为这个地方不大，这个大概湾口呢，从这两个峡湾大概是3公里这样的一个大小，所以这个湾是一个蛮小的湾区。因此呢，我们的这个模式的解析度呢，大概是50公尺一个网格。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个2位老师他们所发展出来的这个海洋模式的这个结果。那么现在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望海巷海湾，那么这个3公里左右这样的一个 size。那这上面的这箭头呢，所显示的是这个深度平均的海流变化。那么我等一下会秀的是呢，它在从涨潮，然后逐渐退潮2个tidal cycle。的这个变化，在这边呢是半日潮 dominate，
半日潮大概12点多小时，所以我这边秀的是2个那个潮汐周期。那背景的颜色呢，就是这边的海流的浮散或浮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它逐渐在潮位逐渐在降低的时候，它的这个海流的方向呢是往东南方向。那么随着这个潮位的这个变化，它会开始转向。那么这边外面的海流非常的容易预测，潮汐预测是非常基本的工作。那可是因为这边的地形还有这个海岸线的这个分布，造成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正在涨潮，所以呢这边会形成一个我们叫做 cyclonic 的 eddy， 就是一个逆时针的涡流。那么再来，随着它开始在退潮之后，这边又有另外一个方向的涡流。那当然在涨退潮当中，这个涡流就变得不是那么的明显，很明显可以看到说它的空间尺度开始逐渐的变小。因此，我们希望能够以这个叫做这个 study site 来测试验证我们的这个海流测绘的工具。好。那么刚刚说到了这个地方，因为海岸线非常的复杂，一般传统的这个生成析的方法，我刚刚好像没有解释，生成析的方法呢，不是只有资料收集回来，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资料了，它还要做一个逆推的过程，所以你还要假设呢，你究竟你的这个我们在乎的，比如说这边我想要知道海流，所以呢，我海流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表示？大家应该比较听过像是傅立叶的表示方法。那么这边呢，我们用这个所谓的减震模态法去解偏微分的偏微分方程，然后找出满足这些固定边界还有开放边界它的模态，然后用这些模态来表示这边的海流。因此，到时候呢，待会儿呢，我们就以这些绿蓝 phi 啦，或者是 psi 啦 phi 啦 phi b 啦这些不同的函数来表示我们的流场 v， 就是由这些的线性组合，前面这些系数就是我们的未知数。好，这个讲了太多细节，重点是这个方法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海流的表示方法。那因为呢，它先天就已经满足了这些固体的边界条件，还有开放的边界条件，所以待会呢，你可以看到，假如我用刚刚说的这个 OMA 的方式来做逆推的话，来测绘流场，来估测流场的话，我们看它的结果。好，红色所表示的就是我们用刚刚那个比较有效的测绘方式。那么跟蓝色就是传统的这种傅立叶的表示方式。这张图所显示的就是我们叫做误差的百分比，以全部原来的流场的 variance 当作分母，然后看我现在重新建构的流场跟真实的流场，这是模拟的测试啊。那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去除以它的 total variance， 我们叫 fractional residual error variance， 然后来看我们借由这个来比较。当然，你的 error 越小，表示呢，你能够描述的环境的这个变异量越多越好。所以可以很明显看到呢，在这个那个合成资料的这个研究当中，我们看到了 OMA 就是用那个有效的表示环境的这些模态来组成流场的这种方式，它明显的它的这个 FREV 都比较好。所以呢，我们抓一个 snapshot 出来，这个刚好是正在退潮，流速还算蛮大的时候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测绘出来的结果，这 OMA 底下这一组呢，这个外面刚刚说正在退潮嘛，所以这流是往东南方向流。那在这个湾内有形成了这个一个顺时针的涡流，白色呢就是我们估测出来的结果，红色呢就是真实的流场。那么这两者之间的拟合度非常的高 ，FREV 只有6.3。那反观呢，传统的这种傅立叶的方法呢，
就反正一点也不像。然后 FREV 呢只有50%，所以我们从这个模拟的结果就可以有一些了解，说到底这种海流的表示方法，要在沿岸区域的话，应该要用什么样子的海流表示的方式来那个做 current mapping。好，这个是 synthetic data。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field， 我们的现场实测的数据。那这边呢是现场实测的数据，这一条一条的线呢，就是我们的那个 travel time measurement。那么这有3个载具在这边，所以我们有这一些深线。那这个大概是40分钟内的观测资料。我们假设在这40分钟之内，海流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也就是说它是 stationary 的情况下，把所有的资料拿起来去做逆推。那么传统方法它逆推出来的结果，背景颜色表示的是误差颜色很深代表误差非常的大，所以就是不好的意思。那么反观 OMA 的话，假如我们只有用那个我们的 tomography 的资料的话，它开始底色开始变亮，它的误差开始变小，所以DTT 的就是用 OMA， 然后只有用深层析的资料的话，它的误差明显的变小，而且刚刚说的这个整个那个外面的这个潮汐的这个流都有看到，然后湾内的这个涡流也有很明显的看到，所以我们就开始比较有 confidence 了。那最后呢，我们有这个 tomography 的资料之外，我们还有 ADCP 就是传统的点量测的数据，所以我们也把传统点量测的数据放进来，有点像是说资料融合啦。你把你所有的资料都拿进来估测这个 ocean state， 那这个估测出来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它明显的变得更亮。这边有它的 FREV 的数据，从傅立叶只有它的 FREV 是大概快要50%，一直到DTT 用 OMA 17.6%， 然后再把 ADCP 加进来的话，可以降到10.7%。所以我们在这个海洋的这个估测的方面这个问题上面，我们找到了一些有效的方式来做逆推。好，那就 enough 这个部分，我们 ready 好了之后呢，下一个部分呢，就是大家比较兴奋的，就是那个无人载具的部分，就是无人船的部分。那么这个无人船的这个部分呢，主要由我们郭老师领队，还有他底下的这些助理研究员，还有好多的这些硕士班的学生来负责。这里面呢，这一艘船呢，大概非常的长，大概跟你的车子一样长，5.5米左右，宽大概是2.2米左右，重200公斤。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1个人、2个人的，就是一定需要有比较多的这个学生来协助做这个方面的研究。那这个是空船的时候是200公斤，要是把电池啦、仪器啊都放上去，450公斤，所以是蛮重的一个东西。那这个船呢，我们的最快的速度可以到10节。那这是我们的这个推进器，大概是10 kW 的推进器，然后我们的电池啦。那假如我们不要用最快的速度来跑的话，我们用5节的速度来跑的话，大概可以跑3个小时。那假如你希望能够跑更长的时间的话，当然就是再买这些锂铁电池进来，我们就可以再增加我们的作业时间。那在这个无人船上面呢，我们用那个有工业电脑来做它的主机。那么我们可以用无线去通讯，我们可以用长距离的 WiFi 或者是4G 的方式来控制里面的这个系统。那么这个仪器上面呢，除了就是标准的这个船需要的这些 sensor 之外，就是那个电罗晶之外，还有这个定位系统。我们定位系统用了比较高精确度的，就是在海上可以到达公分等级的这种精确度的 GPS， 然后还有我们的单点的测流，还有我们自己发展的深层析系统。那么在还没有正式到那个望海巷之前呢，我们就在这个那个内湖的大湖公园去做一些那个测试。
好，那这个是我们整个这个无人船的发展历程。我们总共做了3艘这样子的无人船。那从先把这些感测器，我们在那个工科海洋的大水槽里面做一些用这个比较便宜的船去做一些测试之后，那当我们计划正式通过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去找厂商，然后去设计这个船型，然后确认我们到底要挂哪一些这些侧挂架，还有到底这个有一些螺丝要锁在哪里等等，船体的结构的这些安排。那一直到今年年初才拿到第1艘的无人船。这就是我们的无人船。好，那有了这些无人船之后，其实这个无人船也大概耗掉我们学生1半的体力了，把那个做好。那再来呢，就是主要这个负责这个所谓的无人船船队的这个控制的同学呢，就开始去在我们郭老师的指导之下，去找一些控制器，能够同时来控制这3条载具。这3个载具其实是为了要来收集我们水深层息的资料，因此它必须要在任何一个时间维持一个固定的队形。我们希望它是一个维持一个它这3艘无人船是在做一个所谓的 circular motion， 保持固定的相位，然后去做调查，去收集这个载具之间它们的声音的传播。所以呢，他们用了这个叫 exosystem， 然后去做这个3艘船的这个控制，然后再把这些控制送到去组出，它以一个圈圈为单位，然后这个圈圈呢会平移、变大变小，还有旋转，然后去做这个坐标的转换，然后再把这个坐标转换之后所获得的这个轨迹位置送进他们的这个非线性的控制系统里面去，达成说，我现在要它在什么位置，然后无人船就会到什么位置。然后我们这边来看一下这个模拟的结果。我们这边会有3艘载具，绿、红、蓝这3条线。那这个前面那个圈圈呢，就是它要追的点，有点像是驴子要追红萝卜，所以这个就是红萝卜。那这些无人船就会开始追红萝卜就会达成我们要它走的这些轨迹。那么所以这个圈圈呢，逐渐在变小，然后它的中心呢，也逐渐的在平移。那这里是这个刚刚红萝卜跟载具真正的位置之间的这个误差，我们叫 look ahead distance。那大概呢是在60公尺以下。好，那么刚刚是模拟结果，那个模拟结果应该不难了，大家都做得出来。那个比较辛苦的就是要在现场获得这些资料。这个同学们实在是蛮辛苦的。我们可以想象，假如一艘船出去，这个无人船出去，它的成功几率是1/2的话，你1/2，那有3艘的3次方，因为各自的问题都是 independent 的，所以是你想成功的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呢，而且还要海况可以配合，所以呢，我们在千辛万苦之下，他们就跑出了这一些轨迹出来。我们需要3艘无人船 M1、M2、M3，这些轨迹是经过特别设计的。这样的轨迹之下，我们就可以得到最好的海流测绘的结果。所以呢，各艘船就要去跑出像 M1，就要跑出它要求的这个轨迹。所以这边底下是 M2 跟 M3 他们的跑出来的轨迹图。随着时间，从蓝色开始一直到红色，总共呢跑完这条轨迹线呢，大概需要100分钟。那么可能这个图有一点太小吗？这个其实这上面呢有圈圈跟叉叉，圈圈呢，叉叉就是那个红萝卜，然后圈圈呢就是它现在的位置。所以呢，它们两者之间就是刚刚那个 look ahead distance 呢，大概呢，在我们的这个实测结果呢，都是小于60公尺。好，那我们在这个计划之下呢，除了这些船
就是让无人船在海上跑之外，我们还发展了这些即时的资料处理。我们必须要从远端，目前都是在另外一艘渔船上。那我也可以在办公室里面，因为这些资料都会及时的传回我的 Dropbox， 然后我就可以去处理这些资料。所以像是这个实验过程当中啊，这个就是刚刚的3艘船，然后个别它的这个最后的前面的点的位置，然后到最后这个位置在哪里？那这个就是其中他们跑一个圆圈轨迹的时候，这2艘船，他们的这个的目前它的轨迹点。那这个是他们在岸边拿着手机录着荧幕。好，那这个现场应该做了这些实验之后，我们比较有把握如何来做这些无人船的船队控制。那么除此之外呢，实验室里面呢，能够动脑的同学呢，也努力的在发展这些演算法来追踪海洋的这些特殊的现象，像是涡流或者是温度的这个异常的变的地方。那我们这边呢，是以像是那个 Rankine vortex 来当做我们的目标，我们要来获得这个 vortex 它的最大的半径，还有它的最大流速，这些来估测这些参数。那么我们就用3台，这是模拟3台的无人载具去做circular motion， 然后来追踪这个红色的这个虚线呢，就是它的这个半径的这个位置。他们没有做 circular motion， 它是各自呢去找出它的最好的观测点。然后同步一直在估测刚刚说的这些参数。好，那下一步呢，我们就是会用这一些估测的这个演算法，然后在实际的实海域收集资料，然后来追踪这些 ocean features。这个应用其实是可以很广的，你可以想象。假如今天要追垃圾，还是今天要来追这个异常的低温等等，我们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观测的方式来获得。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就郭老师研究室呢也来发展这些不同水下机器人，他们来互追也就是说，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形成一个队形的情况之下，他们这些载具之间。比如说这一只钢铁鱼要来追前面这一只白尾的鱼，那白尾的鱼会产生这个压力场，像是 dipole 的压力场，所以我们就借由这个 dipole 的这个空间的变化来找出到底它的可观测性，到底我这一只我的那个钢铁鱼要在这个白尾鱼的哪一个方位上面，我才可以得到最好的估测。那这个研究呢，已经在做仿生机器人的最好的期刊里面发表。好，那这个是我们有限的 publication。那么后面呢，就来看一下我们在现场的一些实录。这就是我们的望海巷。学生在测试我们 Tomography 的仪器，那我们把这些 transducer 挂在无人船边，那非常重的仪器，可能都要用货车大卡车来吊。我们用3艘渔船带着我们3艘无人船到定点开始做观测，我们还是要省电啊。那同学们早上一大早就过去，这个应该是7点8点左右，就已经太阳非常大了，在那边准备仪器。这是好天气啊。那么我们就用我们的渔船把无人船拖移到起点。待会会看到在 GoPro 上面所记录的这个船它的方位啦，然后还有它的速度。那么我们就让无人船开始制航喽，就根据我们要求的轨迹开始跑。这个在7月做这个实验有点危险。因为要拜拜啦，不要想太远。那我们就在渔船上面。就开始讨论这些数据。
做完实验之后，卡车又过来了，开始把所有仪器再调回去。那么这个是某一次出海的时候的成员，我们偶尔就会把一些比较大学部的学生换掉，太苦了。好，那我的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